今天和大家分享朋友小颖的故事。之前因为工作压力大，经常失眠、头痛、消化不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告诉她按摩耳朵可以养生，可以尝试一下。于是小颖开始每天在早上和晚上揉揉耳朵。坚持了1个月后，她的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头痛也少了，整个人看起来更有精神了。她一直惊呼，这真是个宝藏方法，简单又有效。你有没有听说过耳朵是人体的缩影？别小看这2片小小的耳朵，它们可是健康的指挥站。今天我们就聊聊耳朵按摩这个简单又有效的养生方法，让你每天花几分钟，轻松舒缓身心，活力满满。记得关注简单生活健康养生频道，以便及时收看养生信息。我们的耳朵是个宝藏地图，耳朵看着不大，里面的学问可深了。中医认为，耳朵和全身的经络、脏腑密切相关，尤其是肾。大家都知道，肾是身体的发动机，所以养生从耳朵开始，是个一箭双雕的好方法。耳朵上其实有很多穴位，对应着全身各个器官，比如肝、肺、胃、心脏，甚至是脊椎。如果你仔细观察，耳朵的形状还很像一只倒过来的胎儿。这些穴位就像是一个健康地图，用手按按揉揉，能刺激这些部位，帮你调理身体。耳朵上的几个关键穴位，耳门穴出处，针灸甲乙经隶属经络，手少阳三焦经取穴，侧坐位，微张口，先取听宫穴。当听宫穴直上0.5寸处的凹陷中，按压有酸胀感功能，开窍聪耳，泄热活络。耳门穴功效：降浊生清。耳门穴有开耳窍、疏邪热、开窍聪耳、泄热活络作用。耳鸣、聋哑、牙痛以及其他常见的耳部疾病等，该穴是治疗多种耳疾重要的首选穴位之一。听宫穴是一个值得大家掌握的穴位，因为它具有改善人听力的效果。它具有良好的清头聪耳的功效，是中医用于治疗耳鸣、耳聋等耳部疾患的药穴。听宫穴得从它名字说起，因为这个名字就已经寓意了它的不凡。听当然指的是听力，而宫指的是位置，所以天宫穴也就寓意着可以改善听力的部位。本穴的定位也是很简单，古籍针灸甲乙经记载，听宫在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中医教材针灸学则记载，听宫穴位于面部耳屏前下颌骨髁状突的后方，张口呈凹陷处。或许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小小的听宫穴却是一个中医治疗耳鸣耳聋的药穴，但是我国古代医家早已用实际事发证明了它的神奇。古籍针灸甲乙经就记载了，阳明莫出，听宫主之。同人经更直接说明了听宫穴治耳聋。针灸大成也记载了，听宫主耳聋如雾填色无闻，耳中嘈嘈挠挠蝉鸣。由此可见，听宫穴在我国古代就已经被医家们广泛用于耳鸣、耳聋等耳部疾患的治疗中去，并且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那么为什么听宫穴能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这当然与它所属的经脉相关了。因为听宫穴为手足少阳胆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交汇穴，这2条经脉均入耳中，所以本穴常作为治疗耳部疾病的主穴。除此之外，听宫穴就位于耳朵之前。中医认为经之所至，治之所及原理，位于耳前的天宫穴就是治疗耳部疾病，尤其是耳鸣耳聋的药穴。取穴法：在耳屏及耳道外，耳廓靠前一凸起处，前凹陷处，需张口取穴。按摩法：行指揉法，微微张口，用食指或中指按揉该穴，以微觉酸胀为度，每次10分钟，每日可行多次。一风穴一风，一用羽毛做的华盖穴也，为遮蔽之物，此指穴内物质为天部的胃外阳气。风，穴内之气为风行之状也。该穴名意指三焦经精气在此化为天部的阳气，故名。取穴定位在耳垂后耳根部，颞骨乳突与下颌骨下颌之后缘间凹陷处，即位于人体耳垂后方。当乳突与下颌角之间的凹陷处，功能主治耳聋耳鸣、头痛牙痛、口眼歪斜、口径不开、齿痛、甲肿、裸痢、面神经麻痹等。晕车晕船是人体失去平衡的状态，在摇晃的物体上一段时间后，身体的自动调节功能紊乱，就会导致恶心呕吐、头痛眩晕的症状。这时可以通过翳风穴来缓解症状。养生建议：自主按摩翳风穴是颅后窝部位的重要穴位，
属手少阳三焦经，它位于耳垂后方耳后高骨和下颌角之间的凹陷中。中医学认为，翳风穴具有活血祛风通络、通窍醒神之功效。刺激翳风穴可用于治疗头晕、头痛、耳鸣、耳聋、口眼歪斜等病症。按摩要领：用双手拇指或食指缓缓用力按压穴位，缓缓吐气，持续数秒，再慢慢的放手。如此反复操作，或者手指着力于穴位上，做轻柔缓和的环旋转动。读者朋友在自我按摩时，可根据自身情况把两种技法组合起来，每次按摩10到15分钟为宜。此法适用于各种人群，且操作不拘于时，一天之中则方便的时候做1到2次即可。当身体有病变的时候，往往会在耳朵相应部位出现疼痛敏感，其皮肤的感应也会发生变化。这样通过刺激耳朵的相应部位，就可以预防和治疗相应的疾病。可别小看了揉耳朵这个动作，对于防病、保健、强体质，样样都不差。那么，怎样揉耳朵才科学正确呢？揉耳垂，健脑防痴呆。耳垂是耳朵的头面区，这一区域的穴位与人的头脑、面颊关系密切，经常按揉耳垂，可以美容养颜、提神健脑。动作要领：将食指和中指并拢塞入耳腔，拇指放在耳垂后面，3个指头尽量将头面区全部捏住揉动，食指和中指不动，拇指做搓揉动作，顺时针揉50次，逆时针揉50次，再把耳垂往下拉一拉，掏耳窝，调和五脏。耳窝是耳朵的中心区，五脏六腑对应的穴位都在耳窝里，对耳窝里的各点进行刺激，能调和五脏。耳窝不容易搓揉，所以要用手指掏。动作要领：把食指或中指的指甲剪掉，放进耳窝里，用力来回掏，争取让手指触及耳窝的每一处，每天掏100次。揉外缘，四肢强壮才更长寿。耳廓外缘的耳穴主要应对于人的四肢，一般肢体健壮而敏捷的人，耳廓外缘比较宽大；肢体瘦小的人，耳廓外缘就相对窄小。长期揉耳廓外缘，可以使四肢强健。动作要领：用拇指的全部和食指的大部分夹住耳朵外缘，来回揉搓，每天100次。捏三角，护心养胃，远离尿频。耳朵上的三角区就是三角窝，它对应于人体的泌尿生殖系统，还有交感、神门2大要穴。捏住这个区域，可以滋阴补肾，还能调整体内植物神经，调节排泄机能。摩耳背，摩低血压，摩通血管。耳背上有一条沟，叫降压沟，它对应人体的脊背。摩耳背的作用相当于捏脊，可以调畅全身的气血。动作要领：另侧手拇指塞进耳窝，食指和中指从反面托住降压沟，同侧手食指指腹沿着降压沟从上往下摩擦，每天摩擦100次。搓全耳，效果翻倍，身强100倍。在对耳朵的各个区域进行了一遍按摩之后，还要搓1次全耳，这样可以使在先前按摩中获益的部位气血更加通畅，通达全身。动作要领：用手掌搓耳朵，前后搓50次，再上下搓50次。将这些动作做完后，你如果觉得耳朵发烫，浑身充满暖意，手上也微微出汗，说明效果达到了，全身的气血、经络和脏腑都得到了一次锻炼和清洗。如果按摩某些部位时感觉特别疼痛，可能提示身体有相应问题，建议咨询医生。最后，简单生活健康养生提醒你，耳朵按摩虽然只是个小动作，但它可以带来大变化。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能有一个这样简单易行的养生方法，实在是太棒了。如果你觉方法对你有用，记得点赞、关注、分享。不如今天就开始试试吧。揉一揉，按一按，让自己的耳朵热起来，你会发现健康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本视频内容仅供参考，不替代专业医疗建议。如有健康问题，请咨询医生。